俗话说，控制了媒体，你就等于控制了全世界。现在可能要改咯，要改成控制了 TikTok， 你就控制了 Young People。因为呢，根据研究啊，青少年现在最爱的搜寻引擎已经不是 Google 了，而是 TikTok 哦。马来西亚6州选举目前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当中嘛。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破解为什么 TikTok 呢已经成为马来西亚选举的新战场，而为什么国盟会称霸 TikTok， 而不是西盟或者是国阵呢？TikTok 一响，父母白养这一句肤浅的话已经过去了，因为截至2022年的1月啊 ，TikTok 在马来西亚的用户已经高达1459万人，这就代表呢，现在的父母辈也已经加入了 TikTok 哦。那专家还说呢，如果政党呢想要在马来西亚赢下选举，那么 TikTok 才是制胜的宣传工具，因为现在年轻选民啊，不单只靠 TikTok 来看政治新闻，他们还靠 TikTok 来决定要把票投给谁。比较有年纪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喂，你们怎么可以相信 TikTok 的这些资讯都是来历不明的嘞 ！Come on， 长辈们，不要忘记了，你们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哦。2008年，当时候的反对党就靠着了 TikTok 的爷爷，也就是想当年的部落格和新媒体，成功让执政党失去了半壁江山。因为呢，当时的传统媒体都被政府控制嘛，所以呢，反对党就只能够靠网络才可以做宣传。你还记得当时候的政府是怎么说的吗？你们怎么可以相信网络？这些资讯呢都是来历不明的嘞，是不是很像刚刚你前面的那一段对白嘞？2013年的选举，反对党就改用了 TikTok 的 Daddy， 也就是 Facebook 跟 Twitter， 他们呢就在上面呢发布了被封锁的消息，上传影片啦、直播啦、做活动啦等等的，年轻人都在上面高喊着要改朝换代。当时候的执政党国阵啊，慢了很多拍才进军 Facebook 哦，他们甚至呢还想要推反假新闻法，以防止呢我们被 Facebook 的假新闻洗脑反政府去。那这几年呢 TikTok 的崛起，年轻人就有一点点像当时候呢爱用 Facebook 的我们啦，只不过呢他们的平台呢就转去了 TikTok 而已。他们也从当年呢啰啰等的这个文章啊，还有这个240p一刀不剪的超长影片啊，主要应该是不会剪，所以当时候完整 upload 啦，过渡到了今天 TikTok 的极短影片，所以呢比较年长的人你还有我就不屑 TikTok 啦哈，这一切呢只不过是时代的改变以及媒体的自然演进而已。那如果你继续不屑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就会像去年的公正党了。去年的国会选举呢，公正党的拉菲兹就很有信心的跟媒体讲啦，他抵住了这个内部的压力，因为他不想要内容空洞的去吸引年轻选民。他的这个理念呢，很正确，也很高尚理想。不过呢，这也导致国盟率先抢进了 TikTok 市场，不单只占好了地盘，还抢走了年轻选民的心。因为呢，通常呢，手头族啊是对于政党没有特别明显的喜好的，只要透过 TikTok 的演算法去制造出同温层，那么政党呢就可以轻易的占据了手头族的心。首先 ，TikTok 跟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经营原理是不一样的。我们以 Facebook 来当例子哦，一般上呢，大家都是比较注重 Facebook 的官方账号，粉丝越多，曝光量呢就会越大。要扩大影响力呢，就要跟 Facebook 去买广告，你的广告上面呢也会显示赞助内容或者是 sponsor。比起相对单向的 Facebook 呢，国盟的 TikTok 竞选策略呢就更加的激进了。我们来拿穆希丁做例子哦，他除了官方账号哦，也有其他的粉丝团账号。那这样呢，他就可以针对不同的这个目标的族群呢，去进行不一样的宣传手法，甚至可以交叉的这个推广。他也会去找一些网红来合作，透过置入性的广告来推广自己。不过呢 ，TikTok 已经宣布他们是不允许政党或者是政治人物制作付费的政治广告的。But 这个里面是有个 bug 的哦，他们又要怎么知道这个政党有没有私底下给钱这些网红来做宣传呢？其实呢，这比起主动标记的 Facebook 来得更加的危险哦，因为呢，在看的人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把政治广告的一些可能不实的内容全部都照单吸收进去。
TikTok 比起 Facebook 更厉害的点是，不管你的粉丝量有多少，如果你的影片够有趣，还用上热门的 hashtag、音乐或者是滤镜，那么这个演算法呢就会把你推广给更多的人，那创下100万 views 或者是 like， 让你的曝光量呢跟有几百万粉丝的账号差不多。现在呢，我们用荧光笔给你示范一个简单的操作。OK， 来，准备好啊！假设我今天是荧光党的党主席，我想要参加竞选嘛，这样我第一步要做什么嘞？先创立一个官方账号，然后呢，再让其他人呢去创立这个粉丝团，之后呢，再推出或者是使用已经很热门的一些 hashtag、音乐或者是滤镜。那我的狂粉呢，除了要负责按 like 啦，还会制作一些影片去上传。荧光党呢，也会找不同的网红去合作，看给多少钱哦，可能有一些几百块，可能有一些几千块，让他们把这3个元素都放进自己的影片里面。普罗大众啊，他们看到网红都在玩了哦，他们也会一起接着玩，因为像是一个风潮了嘛，去制作更多荧光党的影片，让这一个影片呢继续的散播出去。好像还蛮 work 的哦，不然我们可以试试看怎么做。再举一个例子哦，在2022年的选举呢，国盟就推出了几个 hashtag， 成功就给他们带来了破亿的 views。对，这一个 view 是113啊。TikTok 的加成作用呢是非常的恐怖的，你现在搞清楚了吗？好，那么在下一集呢，我们荧光笔呢会更详细的去分析国盟哦，他们在 TikTok 上面的策略，还有一些影片的内容的设计其实我们发现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内容啦。不过呢，其实没有内容也是一种 strategy 哈，是不是很悬呢？想要知道为什么这么悬，就记得要守住我们的荧光笔 YouTube 频道啦。每周3和周6 YouTube 首播，我是莹莹，我们下支影片见。